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；朝廷不差恶兵，兵无粮草自散。这些治兵的名言都诠释了军粮的重要性。古代士兵在行军打仗的过程当中都吃些什么呢？本期烽火180秒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中国古代军粮非常单一，和老百姓每天吃的东西基本上一致。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期，中国军队的军粮主要是小米。这个小米有很多特性，非常抗旱，适合水源不足的农业区，对于土壤的要求不高，沙土也可以种植。再有呢，就是小米可以长时间的储存。唐代有文献记载说，这个小米可以保存9年以上。如果抛开口感，保持良好的储存环境，它的食用期限可以更久。隋朝末年，起义军曾攻占了隋朝几个大型的仓库，里边的小米已经存放超过了20年，仍然可以食用。种植广泛，获取方便，易于存储，小米就这样成了妥妥的军粮不二之选。除了人吃的口粮以外，战马也消耗粮食。现在的一些古装影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军马在马厩中吃草，这个实际上是有所误解的。光吃草是不可能保证战马的体力充沛的。以汉代为例，汉匈战争初期，汉军战马吃的精饲料就以粟米和豆类为主。这个战马的饭量有多大呢？盐铁论说得很清楚，一马服力当中加6口之食，一匹战马就要吃掉至少6人的口粮。战马对粮食的巨大消耗，由此呢也就可想而知。从隋唐时期开始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大米和麦子开始逐渐取代了小米。其实大米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主要粮食。唐宋以后，南方很多水稻种植区发展成了全国稻米供应基地。到了北宋时期，国家的主要军粮已经逐步变为大米。在首都开封，从南方运输大米的船只源源不断开进来，卸下来的粮袋堆积如山，每年的漕运至少在600-700万担以上。那么小米为什么会被大米取代呢？这和小米的根本性缺点有关。首先小米千般好，可是产量很低。其次呢，大米的口感要远远好于小米。吃惯了大米的人通常是不愿意以小米作为日常口粮的。说南宋绍兴末年，金军南下作战失败，遗弃了粟米堆积如山，宋军追击而来，缺乏军粮，只能吃金军留下的小米。可是因为饮食习惯问题，南宋的士兵吃小米非常的不适应。史记记载，多福建、江浙人不能食粟，因此日有死者，因为不习惯，以至于每天都有吃小米吃死的。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，到了明朝末年大米已经占据粮食供应的 70%， 麦子、小米和其他粮食一共才占 30%。 古代的小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，品种没有经过改良，很多都不适合精加工食用。直到明清时期，这个小麦才逐步成为军粮。对于军事作战而言军粮必须容易加工，小麦不适合作为野战军粮，倒是很适合用来应急作战。这个时期的人们在行军之前把小麦磨成面粉，做成面饼，既方便存储，又可以随身携带作为干粮。